咱们说回那个《瞬息全宇宙》哈，你们爱看这电影吗？我还真想说，为什么你得给我分析分析？我真的有点不是那么喜欢看。我就分析不了，因为我也不是那么喜欢看。我也不是那么喜欢看，但我觉得，但我觉得他拍的还是不错的。对我现在你看我说话这么快，我都觉得是因为看烂片看的，因为看烂片老是要快进嘛，就两倍速度啊，2倍速度，然后我就越说越快，越说越快。我现在看1倍，我都基本上觉得好像有点不正常了。但你这样的人生效率好高啊！只要我们把今天的所有谈话速度都提高到一定的程度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你可以啊。最近的奥斯卡看了没有？大家不是全网都在传那个杨紫琼一啊，段对，突然一下子，发言，叫《瞬息全宇宙》是吧？对，就是台湾翻成我看了，妈的全宇宙。对啊，这很准确的，因为它又是妈，又是带着一种暴力的那种。我以为就是一个情绪宣泄。不，他是有情绪宣泄的，但是他也很准确呀，因为他是妈的身份嘛。对。可是那个妈的感觉强嘛，我觉得打的感觉比较强，妈的感觉比较弱。也是。主题最后还是以妈的身份，那个赢得了爱的胜利。对。但这个妈也太全能了，就是这个无所不能的妈，我就觉得她也没有让我觉得好像做妈的有觉得如释重负，反而觉得天哪，我也没有这。我好平凡的一个妈呀，是吧？觉得。他原来的那个设定是男主啊，就是后来就是把他改成女的，然后再找杨紫琼演的。为什么我们今天几个人坐在一块儿呢？其实我是想到，你说瞬息全宇宙，你们几个对我来说都叫平行宇宙，什么意思呢？就是毛尖老师是老是讲影视剧里的这个女性形象啊，就是一路的。这个小鹿呢，就是脱口秀演员，她的段子或者她的这个演出经验里面的这个女性形象，完全是另外一个路子。张老师是应该是我见过的你跟最多真实女性有过访谈的，对吧？她又是一个好像我们见的是虚构的女性一样的。你当然你是虚构的女性吗？我们也在生活着。不是，你是影评人，所以你们也是叫瞬息平行宇宙。其实我是特别想听听你们这个3个宇宙的这种碰撞。你看他写的说这个特别，他就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比这个雨中静止的火车更悲伤的事儿，然后很多年以后他有了答案，是看剧看的特别悲哀吗？对我现在你看我说话这么快，我都觉得是因为看烂片看的，因为看烂片老是要快进嘛，就2倍速度啊，2倍速度。我现在就是说，那边有时候有些那个允许都是3倍速度都有的，然后我就越说越快，越说越快。我现在看1倍，我都基本上觉得好像有点不正常了。但你这样的人生效率好高啊！只要我们把今天的所有谈话速度都提高到一定的程度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你可以，还要快进着看，那是为了工作还是不是那个剧情太慢？那个烂片，你就是把它加成2倍速度以后就好看很多啊。对，我的意思是说烂片就不看了嘛。不是，他是有责任的，他要审片，还是得工作，为人民看烂片呢。好吧，他要做评委嘛，就每年都不是还要去评剧啊、评影片啊，什么都要看嘛。我就是希望就是国产剧现在能。但是不可能，就是我希望他们能弄到12集以内啊，这样。日本电视剧一般就12集以内。我们现在有很多，比如说爱奇艺，它迷雾剧场里面，它现在弄短了啊。但是大量的剧，如果你不到30集的话，它会影响它的广告投播嘛，所以商业价值一般都到30集以上。但是一拉长了，就让人就着急，觉得这事儿不是一下就搞定了吗？莫言的那个《红高粱》那么一个小中片，然后就是变成了多少集啊？也是几十集的一个电视剧。对，就是反正6、70很多集，反正然后里面就是为那个女主人公设置了宫斗，设置了就是好几个男人这样的。咱们说回那个《瞬息全宇宙》哈，你们爱看这电影吗？我还真想说，为什么你得给我分析分析？我真的有点不是那么喜欢看。我就分析不了，因为我也不是那么喜欢看。我也不是那么喜欢看，但我觉得，但我觉得他拍的还是不错的，就是他就技术来说还是拍的不错的，因为他在各个宇宙之间不是穿梭嘛，然后他每个宇宙就是那个文本其实都有一个它有致敬的，它有一个致敬的一个经典文本的，所以它等于是一个电影史在里边了。Don't let anything distract you from it. 我感觉他这个片子就叫加了解释，我就觉得很好，是因为我看了戴锦华老师分析了，他说他每一个画面都是致敬电影史上的一个镜头，然后还把它重新演绎。我说原来是这样，我就发现奥斯卡是比较想颁给那种特别懂他们的、懂电影这一行的吗？你从那个鸟人开始吧，就特别懂编剧，好像是。也说明奥斯卡整体已经那个下来了。
对，这特别像一个业内人会喜欢看的电影。对，就是你看每段情节和每个镜头的设计，你都约莫看到了某一个电影，某一个类型电影，一般到这个地儿都是这么处理的。然后他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不同类型的电影的典型情节杂糅到一块儿，你也不知道他是想恶搞那些电影，还是想致敬那些电影。啊！但是你得有丰富的观影背景，你才能看得明白，否则的话，我觉得一般观众看完了以后就觉得是乱七八糟。对对对，拼贴嘛，人家是一种新的风格，不是说你们这个年轻人特别爱看吗？不是说你们就是你们的思维方式。问一下他们年轻人吧。我可能自己的我的感觉一样，就是我会觉得非常的混乱。我自己没有那种说会看完之后觉得哇，其实是那种像我，比如说以往看到特别好看的片子，我会觉得啊，这个东西我一定会记住，我特别喜欢我。整个观看过程当中美妙的体验，这个我就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戏不意味着对女性有什么特殊的价值，还不如杨紫琼得奖这件事儿对中国女性有价值。说哦，一个女明星，你看她并没有早早的嫁入豪门，她一直坚持工作，她选了一个特别耗费体力、危险难做的武打这么一个职业来做，然后到60岁她都没有自我放弃，最终还得到了这个走上了职业生涯的巅峰。就是这件事本身，我觉得对中国女性特励志。This is proof that dreams dream big and dreams do come true. And ladies, don't let anybody tell you you are ever past your prime. Never give up. 那这片子算什么那个女性主义戏了？因为她又是因为这61岁拿了奥斯卡。那我也没觉得她是女性主义戏。其实我杨紫琼最后得奖以后，她说了一段话，我咯噔一下的。他说我整个前半生都在为这个宋茜全宇宙做准备哦。我听了以后其实有点难过的，因为。其实我是他的影迷嘛，就他拿了奖以后，我真的是很开心的，就有点欢欣鼓舞的感觉哦。因为之前看了他很多，包括他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路打过来，打了38年啊。然后看的那个《东方三侠》，包括就是《新流星》《蝴蝶剑》，包括后来的《剑雨》，我觉得《剑雨》特别好。我觉得他武侠里面的表现也非常好的呀。但是好像就有一种对演员来说，武戏不如文戏，好像文戏就是说是那种卖艺的。武戏好像是卖身的，就有这种感受。因为电影它其实要讲究一种解放感嘛，女性最后是获得一种解放感的，对吧？但他最后又说好像，这个戏好像之前的38年都在为这个戏做准备，好像整个好像我们亚洲的这个武侠电影的这个片种在为好莱坞做最后的一刻做准备一样的。其实我有点失望的那一刻。杨紫琼有一段时间就是40岁以后，也很多时候她没戏接的。然后好莱坞我看有一个这个数字统计啊，就是说获奖的。就是男演员有一段时间平均年龄大概是57岁，但女的一般到40以后就很少很少了。但这几年说是越来越接近了。你看几个女的这个老戏骨，其实还是不怕没戏接的，对吧？像Meryl Streep 呀，像科恩嫂什么，你说到几那个吴彦姝，那个就是之前演妈妈的那个演员，对我是在80多了，对他其实是他退休了之后来北京。一开始就跑龙套啊什么的，他已经，我记得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来北京没多久，那时候应该就快70了，然后就是一直在北京各个组，然后自己去演那种可能就1天的戏啊什么的，他等于是退休了之后来北京又开始了他整个往上的一个发展，但是这还是挺少的，包括像那个 Emma Thompson 这次不是演了那个就是《Good Luck to You》这个电影嘛，然后它里面最后不是特别震惊人的是，他以60岁的那种就是主角的身份把全裸了一下。就是中老年的身体，然后震惊了观众。震惊是在于，因为这样的形象没有被书写过，对，大家觉得可能40岁以后，或者说某一个年纪，女性就应该从荧幕上消失了。对，因为大家会觉得就是最好看的就是那一段时间，可能那20年吧，之后30岁都是算是那个老了。大荧幕上不接受你老去的身躯存在，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这行业一样，主持人地方电视台。大部分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女主持人30岁，最多到35岁必须退居幕后。那你就你基本上已经算是那个。中央电视台不会这样，中央电视台不可能这样。但是国外的女主持人的平均年龄是50多岁啊，我们的平均年龄35岁以下，所以你看这个差别多大。
我没考证过，咱们今天算不算也是平均年龄大概比较高的一个女性聊天？应该算是最高的，最高的，最高而且的。这个毛尖老师的首秀，哎，是这个特别不行。没有，我们平常都是听到你的声音，对吧？看到你的文章，对，我就基本上就是快意人生。如果人家来邀请我，我就说如果要露脸的，我说我不去。但是你躲在后面老飞小刀子啊！你这个评剧的时候就多厉害！你看，如果我想问问，如果说一个外星人或者说一个外国人来看我们中国的就是这个影视剧里面的女性形象，他对中国女性大概是个什么印象？那我觉得看不同年代了。比如说，如果你就是我们新中国呢刚成立的时候，如果那个一个外国人进来了，他肯定觉得中国女性都是勤劳善良、勇敢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的女性形象就不像你这样的小小脸蛋的，都是像我这样要脸蛋大一点的啊。就是那时候，比如说张瑞芳也好啊，就是那个朱锡娟也好啊，都是那种就是 apple face， 然后就是眼睛火辣辣的。谢晋说他那时候找到朱锡娟来演红色娘子军的时候，就是说就是朱锡娟方脸那个大眼睛，他说那个火辣辣的眼睛吸引了他。集合。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不必的冤仇深。不由狂人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抗争为人民。所以那时候就是女性，中国女性是以勤劳善良确立荧幕形象的嘛。所以包括就是那时候我特别喜欢那个电影叫什么？刘宝的故事。刘宝的故事不是那个副班长到了那个村上，爱上了那个二妹子，就是马上被那个指导员谈话了嘛。军队进入驻扎，然后怎么可以爱上当地的妇女嘛？然后副班长就直接说，他说我爱她，因为插秧夯草她都会。就那个时候就是勤劳勇敢这种都是一个女性的一个基本本质。到了70年代，其实我想这个应该我们有共同经验，我跟张玉老师肯定有共同经验。那时候我们看的电视剧、电影就外国的进来了。那时候我现在印象特别深的时候，就是看真优美，追捕，然后看那个小鹿纯子，对吧？然后我们看那个真优美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就是真优美里面这个名字本身里面那个善已经没有了啊，然后就是真和美。真优美不是她骑着那个马进来，披着长发，特别帅，骑着马去救他喜欢的男人。快上马！有人告密了，来了300机动队，街上都被封锁了，快上马！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女性是含蓄的，她不能主动对表达，而那个女孩大大方方的大声说“我喜欢你”。那时候血液沸腾啊！就是然后杜秋说，他说我是一个就是被警察追捕的人，他意思就是说没关系，我是你的同谋。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我喜欢你。踩着那个水过去哦，那个水花溅起来，哇，整个我觉得那就是我们这个青春期的一个形象。哇，怎么感觉隔空现在这个《黑暗荣耀》里面让大家赞美的一句话不也是这个吗？我要做你的同谋，对，做你的刽子手，对，特别纯真，就是没有欲望。我记得我小时候看那个小鹿纯子嘛，我老想她怎么也不谈恋爱的。你小时候就这么懂了？不是，我们小时候就也没有希望他要谈恋爱的，就喜欢晴空霹雳那个一打就特别爽嘛。就那个时候就进来了，但同时另外一边就是说，谢晋的电影还在，谢晋电影还是主流嘛。谢晋电影中的，比如说《高山下的花环》，比如说《牧马人》，比如说《天云山传奇》，里面的女性还都是非常非常善良，就是说基本上是拯救男性的一个角色。《高山下花环》里面的那个妻子还为丈夫死了以后为他还欠款啊，就是《牧马人》里面那个秀珍为那个许灵均建起一个家园，然后就是把他从一个就是说右派的那种破碎的心灵中把他那个就包裹好啊。在我的生活中，
突然创起了这样一个善良的人。我好像等待了多年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你披上衣服吧。我忘了问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秀芝。秀芝，我是犯过错误的人。犯过错误，我们以后不犯就是了。我这个人注定要在这儿劳动一辈子的。一辈子有什么不好？我陪你在这儿劳动。还有包括那个人生，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但是到了王朔的电影开始，这个女性善良被拿掉了啊，善良的女性就是不存在了，就是开始有点那种混的那个，就是有点二流子的女性开始反叛的。叛逆的女孩开始上场了。对不起，我来晚了。我紧赶慢赶，还是迟到。这车等半天了吧？没关系，反正我等的也不是你，你来不来都一样。你等的就是我，不过你自己不知道就是。今天除了我，没别人再来了。啊，你比我还知道我想干什么。别打岔啊，警察在旁边呢。你叫刘美萍，是百货公司手绢柜台组长，在等肛门科大夫王明水。到底咱们谁搞错了？王明水也没吐啊。哦。但是我觉得到现在所有的女性又都是善良的。哎，对，有一点回去了。现在所有的女性都不是回去了，是因为只有善良才能进入套路。我不善良，我一下就把你干掉了，后面戏拍不下去了。因为我很善良，你虽然是我的仇人，我看你旁边还有一个就是说小孩带着，我想你这个小孩好可怜，如果没妈就不行了，我就又留你一条命，然后你又走了，你走了以后你带着别人又来杀我了，然后电视剧继续打来打去就又多10集又多20集，所以现在善良就完全是套路了。这个套路还是王朔最早参悟出来的。90年代初，中国电视剧史上第一部万人空巷的现象级电视剧是《渴望》。渴望就是王朔这么策划出来的。他特别不像他的路子哈，完全不像他，完全不像他的。那可不是他那种反叛的都市青年。但是其实他是非常理性的策划的。他说，就让他不停的所有的善良放在一个人身上，然后让善良的人导进天下的大霉，这样大家就会特别的心疼他。对，是不是导向下一步就是大家就醒了，人不要那么善良，是吧？没有，其实前面你说的那个《黑暗荣耀》就挺是对善良的一个批评的，就它里面不是有一个著名的台词，就是也是那个男主的妈说的，就具体我不太记得了，意思就是说，如果好像你说一下大概，我看我能不能回忆起来。好吧，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就是说，有一个真实内涵的一个善，这个善是没有价值的。好的，我也没有想起来。就恶其实本身是它的恶本身其实是有推动力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整个电视剧那种低能化到，就是说所有的女主都是非常善良的，就是白莲花，说是很聪明，但其实又都是很脑残的。但是比如说我看那个32例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段就是大家觉得特别爽的，还是他打人嘛。就是那个顾佳，他不是孩子被人给欺负了，他冲进去把那2个人打了一顿，对，那也不善良，那时候还觉得蛮好的啊，对，那一还稍微坏了一下，但后来又觉得说，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因为整个形象还是很优美嘛，你就会觉得说，哎呀，他真的有困境吗？就隐隐的会有这种感觉。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问你什么时候过来接孩子呀？你看，哎，往哪边玩？慢点，哎，你看，还有人来风似的啊。徐子言呢？刚才还在这儿呢，还跟大家一起玩呢。子言，把门打开。把门打开！
哎，不是你说你这孩子怎么乱闯啊？我就卧室门关不上，这一关就门就自己锁了。你说你这个孩子没大没小的，乱闯乱入的。哎，就是这个孩子也不跟其他小朋友玩的，就好像孤僻症一样的啊。你在这儿等妈妈一会儿，好吧？一会儿就回来，好吗？你要干什么？哎，你干什么？你这干嘛呢？哎，干什么打人？哎，干嘛你打我？哎，松手，放开我！我要验伤，我要报警，我要让你滚出幼儿园。该报警的人是我，你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把我儿子带到这儿来，这叫拐带。该从幼儿园滚蛋的人是你，凭什么？要不然我就把你收回扣、谋私那些烂事儿都发到群里。走，宝宝，咱们回家。所以现在的电视剧里面，这个女性形象，好像我看你也写过关于这个独立女性嘛，他们就把这个扇拿掉了，就算了吗？他也没有把扇拿掉，他后来还是很善的，因为他如果没有扇的话，他编不下去的呀。他如果没有扇的话，那个30集电视剧第二集就结束了。他都是让他非常善良的。那个《上阳赋》里面，那个章子怡，那个上能那个就是笼络所有的男人，下能指挥那个3军的，但是遇到一个就是侍女的话，他根本看不穿他是什么套路，然后就不停的被他骗，不停的被他骗，然后就是一集一集的那个拖下去嘛。其实扇从来没被拿掉，对，没有被拿掉。比如说在当年我们说王朔把扇拿掉了，塑造了一系列都市反叛女性。他喜欢的那些都市反叛女性的骨子里都很善良，是的，啊，就是他只是把表面上的那种表面上的温柔、表面上的顺从，给拿掉了，对，赋予了他们一些反叛的个性化的特质，但是他们骨子里是善的。就像王朔这个人。虽然经常口出恶言，但是王朔是一个心特别软、特别善良的人。小红花，对，其实到今天的所有的作品里边，女性形象也一样。就是刚才你们说的那句话，我没看过那个戏，但是我觉得那句话特别好。我能把它找出来。就是刚才说那句是什么意思？说就是没有真实内容的善是没有意义的。就如果我觉得我们塑造、我们表达善没有错，特别好，但是它底下是什么？是什么样的经历铸造的？它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做基础？我也找出来。他说：“我发现盲目的善意和伦理原则只不过是虚有其表的荣耀。”他可能为了点题，因为他那个就是盲目的善意，就是虚有其表的。对，盲目的善意不过是一点点内疚吧。对，或者说那个一个所谓的傻白甜的善，可能没有那种有价值观基础、有性格和精神的来由的善，更经得住考验。和能给人安慰，就说这个女性形象，对她不管怎么独立，怎么现代了，她还是有一个好像似乎底线。但是那我们说《三体》里面那个叶文洁呢，好像还能经得住这个底线考验吗？叶文洁她这次就是春节档里面，她是最受欢呼的一个角色了，就是包括全国网友都觉得叶文洁就是特别，好像是新中国以来就是一个新女性。但这样的女性，你看她反正在故事里面，你最后只能走向毁灭，是不是？你只能走向毁灭了。她也还是就是前面张悦老师说的，就是她其实内心依然有善的东西，她最后还是就是说善还是抬头。她是追求善而不得。就是我对，其实她不善的来源是什么？对，你看她的所有的经历，就是人无非就那么一部分，感性的和理性的。从感性的经历来看，就是父亲被迫害致死，对，母亲和妹妹是那个情况，然后她自己碰到的什么被什么同事陷害，真的所有的感性经历里，她没碰见过好人。当然，她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特别黑暗，这是她个人经历。
然后从理性的经验上说，那个寂静的山林，对，他看到了人类对地球的破坏，所以无论是感性还是理性，都决定了他对人类极大的失望，甚至绝望。所以当他听到有来自外太空的召唤，他会寄希望于那个信息是好的，那个信息能够拯救这个世界。所以就是对他背景的所有的铺陈，我觉得就决定了他后来的那个行为是合理的，在他身上是合理的，是有来由的。而即使是这样，也没妨碍他内心依然友善，他不是一个毁灭者。是对呀、而且其实他这个其实是个大善，他要救的是整个地球啊，他只是牺牲小我，就我这个家里的周围所有这些人，对于整个地球的利益来说是个小的利益。为什么观众会同情他？我觉得，因为太多的人现在对人类特别失望。对呀，所以很多人欢呼叶文洁的。对，就觉得人太作孽了，把这个地球糟蹋的太厉害了。所以他们也该受点惩罚，大概是这么一个心态。对，那你呢？你们做那个脱口秀的，你现在这个跟女观众之间的互动，什么段子或者什么东西，觉得大家是共鸣最多的？比如说像我在2014、15、16那时候写的东西，比如说关于自己刚毕业，然后进律所，比如说面对一些什么样的当事人，然后那时候会讲或者单身找不着对象这些困境。等你关于自身的东西写的差不多，你会往外扩，你会看到一些可能相对比自己身上的也存在，但是会更社会共鸣的一些议题吧。比如说像我现在在巡演这个专场里面讲到的关于月经羞耻啊，关于像我这个年龄的女性面临的这种生育压力。然后以及在这种像这种姐弟恋关系里面，女性要经常承担这个照顾者的角色，这些我自己面临，同时也是我同样年龄的女性在面临这些话题，所以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但是其实为什么会写这些东西，也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女性，或者我作为一个人，我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好，我觉得很不舒服，这个事情我想吐槽它，那我用喜剧的方式把它说出来，刚好台下的人会有共鸣，就都是困境，都是困境。但是你的其实不会给到答案的，就是不会给到答案。脱口秀演员永远也没有答案的，对。但是这影视剧里都是有答案的。对啊，这个也就是套路，到最后就是说他的一个成功永远是就是说创业成功其实还是其次，永远有一个更好的男人出现，就这个男人更有资产、更有容貌、更有资格来爱他。因为刚才您说这个，就让我想起我的前半生。对，前半生也这样的，就那女的马上就去创业，就那个马伊琍马上就创业成功，而且就是说作为一个原来就是花瓶的一个形象，在1年内就创业成功，对，而且还夺走了闺蜜的男友，不受任何那种惩罚的。对，关键是我的前半生是一书的小说。当年我们是先看见的琼瑶，然后呢，新鲜了几天，很快就不爱看了，觉得琼瑶小说矫情，然后就来了一书的。我的感觉是我更喜欢看一书的，因为它都市感，它的女性更加的有个性，更加的自主和独立。所以我的前半生是一书的作品里边比较有名、代表性的一个，我还印象挺深的。然后咱们这儿就拍了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我看完了之后就觉得特别搞笑。对，他从一书那儿出发，后来跑到琼瑶那儿去了。对，就是他先写了，因为一书的主题永远是这样：一个女性，她发现，比如说你靠丈夫、靠男人、靠家庭，你是靠不住的，你最后必须得被迫独立。然后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精神上自我承担。我的前半生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我们这个电视剧就确实是从这儿出发的嘛。对，是的。但是待着就变成了全世界最有钱的男人爱上我这个套路。他一直是这样的。霸道总裁爱上我，哎，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要独立吗？怎么跑琼瑶那儿去了？对，剧情就是就是我抛弃了一个不那么好的霸总，然后遇到了一个更好的霸总，就是这样。所以当时我就看这个戏，就觉得，哎呀，看来我们还处在那个大都市化的初级阶段，就是我们待着就从这个现代社会跑回了农业社会的家喊穿衣吃饭上去。包括就是2021年大量的那个女性都在家里绣花的啊。不过我觉得这2年倒是风向变了。据我观察啊，就是出现那种学渣女。
就是说那种会认错别字的，然后认错别字变成很可爱的一面，包括就是说像那个文化水平不太高的，然后男主会很疼爱的纠正他的错别字咯等等啊，就是类似这种，就是好像就这，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风向哦，就是说可能这是对绣花的一个，这不是小燕子的一个风向吗？修改吗？对，类似这种的。是啊，其实是。但他们还里面设置一些，就是说女强男弱的，男性就是说是要在家里待着的，完了以后就是说处男还要身上有那个手工纱的，类似这种，就是完全复制。还有这样的？有，完全其实就是性别调转，完全复制倒转，好像看到就好像就是说我们有大女主了，我们有那个先进的那个女性人设了，但其实完全倒转。我有一次看一个就是 BBC 的在播新闻，他们去一个人家里面，就是那英国人家里面就去访问，然后那老奶奶在打毛衣，然后人家说啊，就这个镜头到，他说我先声明一下啊，这不是剧组叫我打的，我真的在打毛衣，这是一个已经绝迹了的绝迹。对，我就觉得是这样，打毛衣没错。如果你真喜欢打毛衣，你就打毛衣，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作品剧组都安排是女的，你就坐那儿打毛衣，这个有问题。对，这个叫刻板印象。对，大家总得有点多元的爱好吧。你不能光打毛衣。那你讲脱口秀里面那个失恋女都怎么样？你会看到很多网上会有这种话，就是说，比如说你失恋了之后啊，你要端庄优雅，不要说前任的坏话，说前任的坏话显得你这个人人品不好。但是事实上，为什么呀？就是这种话一定是一个人品非常不好的前任编出来骗你的。就是如果我不说前任的坏话，那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可能没有什么坏话可以说。那你俩为什么分手呢？那问题就在我这儿了呀，对吧？我觉得现在我是觉得，如果说像失恋这种话题，如果一个女性失恋了，你确实受到了伤害，你确实有很多不满，你就应该说出来，就应该去发疯。不要什么端庄优雅，因为这些东西会捆着你，你会所有的痛苦悲伤都会向内。其实你会一次一次的受到伤害。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有什么不满，你可以跟你的闺蜜发疯，你可以跟就是比如说跟你的前任发疯。我觉得不要那些体面优雅，都是让你克制住自己那些就更自由的表达的。我觉得我记得小时候经常有那种就是叫什么，很多阿姨啊，如果说出现什么丈夫出轨啊什么的情况，这些阿姨有个绝招，就是去她的单位闹。对，现在不流行。现在不也很多吗？就是那个拉横幅嘛，去那个我网上看到，就是说那个去拉横幅。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当你的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你要有表达，你不能端庄隐忍的就过去了，因为这样的话别人会越来越欺负你。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端庄优雅限制住了我们这种负面情绪的表达，就是我们现在。难怪理解了妈妈说为什么要找个有单位的人，因为如果没有单位，你都没法去他单位闹。去单位闹。对，新一代的思路跟我们不太一样。我还以为说应该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呢。no， 不是情绪要抒发完。按电视剧来说，不是应该去创业了吗？对呀，不应该创。不，我要先发完疯才去创业。我看有一个那个日剧，我小时候看的就我印象特别深。这个女孩子拉那个大提琴的，她一直拉，她就说她那个失恋了，一直在拉琴，说我没空失恋，我在拉琴。就这个形象，我感觉好像是我们所认为的失恋女应该有的形象。对，现在我前段时间看那个去有风的地方哈，对，里面是刘亦菲也是她演那个角色，就被她男朋友说要不分手吧，她说好的，然后就去忙工作了。像那个不是汤唯那个分手的决心，我就看到那个胆战心惊的，哎呦我的妈呀！就你要变成魂呢，那不是更狠吗？就是你总得想点办法，就是如果你就是要让对方付出代价，你的意思是这样？对，因为如果你好欺负，就大家都来欺负你，你这一段感情里被欺负。那如果你这样很好，就是这么狠，下面那个男人不是很怕呢？那就筛掉了那帮不行的呀，筛掉那帮想来伤害你的呀，那就是愿意好的，就是愿意好好处对象的来吧，不愿意的赶紧滚。对，我就是要你这个答案。我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心理咨询师，供他们去闹，然后跟闺蜜闹也行，跟心理咨询师发疯也行。我真的不能接受去单位拉横幅。不是冤有仇债有主吗？你还是跟前任闹算了吧？关人家单位什么事儿啊？不是，我觉得这种特别强烈的失恋之后，这如此强烈的情感，必须不死不休的闹下去，这属于心理疾病啊，或者一种沉溺型的人格，他得治病啊。他这个有什么？我有一个不同的意见，就是刚才说的所谓去单位闹，我觉得为什么要去单位闹呢？是因为那个男的他之所以能在情场上这么肆意妄为的伤害那么多女生，是因为没有人能制裁他。
就是他唯一核心的跟这个社会的连接就是他的单位。那他在意这个单位是他在意的，其他你们这些就是被伤害的女生的情感他是不在意的。那我就要去捣毁你最在意的地方。这样的话，这个人就会让他至少他单位他周围的人都知道他在情场上不是个什么好东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我想问，就是女性跟这个旧世界就这么分不开离不开吗？我有个感觉，就是像这次那个奥斯卡还有一个片子就没得奖的，就那个包桑女妖。里面不是讲2个男人要分开吗？然后以那么剧烈的方式，但我自己觉得里面就他那个妹妹，就那个帕特里克的妹妹，我觉得她很好。来，咱们把剧情先说一下。剧情是在一个偏僻的村庄，一个孤岛上，咱们两个男人啊。本来是好朋友，天天闲的没事干，就是2个庄稼汉，好朋友，除了干地里的活，就是在一块喝啤酒，说些无聊的闲话，这么已经耗过去半辈子了，都人到中年了。忽然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你不理我了，宣布从此不跟我喝啤酒，不跟我来往，不跟我说话。然后我就特别痛苦，我做错什么了？我得罪你了吗？我没得罪你啊。原因是我要寻找人生的意义。他说他要寻找人生的意义，他说跟我在一起聊天是浪费生命，他说他要去拉琴，他要写音乐，经典，他要不虚此生。因此他就不理我了，那我多寂寞呀，我多痛苦，我多被人嘲笑啊，别人还以为我干了什么坏事呢。但是这个家伙太狠了，他真的就不理我呀，我就天天追他，一定你得跟我说话。但是他居然狠到说，你不许再跟我说话，你不许再追着我，只要你敢再追着我跟我说话，我剁我自己1个手指头。我就不信，我还追着你，真剁，说一次话剁1个手指头，多聊几句再剁2手指头。我就这么一个朋友啊，我在家里就一个亲人，我跟我妹妹相依为命。后来我妹妹也不搭理我了，因为她爱看书，她要学文学。对，关键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说，就这里头这个妹妹吧，觉得她会拆穿这些男人的虚伪，就是说。我这个就是要追求音乐的人说你看17世纪没有人会留下名字，除了莫扎特。我这个妹妹就说，莫扎特是18世纪，就是其实你们2个人都很无聊。然后她也觉得在这个孤岛上生活是很无聊的，这个岛上就是一个非常荒芜、非常闷的一个地方。但她的方式呢，我走了。你们都不愿意，干嘛要剁手指？你不是跟前任就是越嚼越深吗？我走了，我坐着一个轻快的小船走了，连我最喜欢的书都不带走。而且你注意到没有，这个里面这个女的穿的是很亮色的，就每次别人出来都是很黑很暗，整个片子都特暗淡，只有她离开的鲜黄的那种衣服，她很轻盈。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就这个女性，就是我要跟一个旧世界说再见，我特别轻盈，我一本书，一片云彩都不带。但我觉得还是要踢那个旧世界一脚，就是他觉得还是要到单位去。对，我觉得我不是说一辈子去他们单位门口拉横幅啊，我的意思是至少要去1次，就是让他丢这个脸，让他付出一定的代价就 OK 了啊。没人得罪他。啊，他要拉谁的横幅？没有人得罪。不是，我说的是失恋的事情。他觉得渣男，这个还没在上，我还在佐证我自己的观点。这个妹妹对于旧世界就是揭露嘛，我开始我的新生活，对你这个旧世界是最好的告别。对，而且他还是有善良，他会接纳他的哥哥，说你要来我这边，我还有一张床给你，他还是有，他有一个宽容接纳的。对，相比之下，妹妹的方式更有人情味儿，就是你觉得他走的时候，他还犹豫。他还惦记他哥啊，他是有感情的，他不像那哥们儿，那哥们儿也不是没有感情，但是那种表达方式实在是太极端了。我觉得他那个表达方式恰恰说明他那个方式不想告别，就是你那么极端的跟人，你跟人分手的方式如果那么狠，说你再找我就剁手指，不是你觉得其实他更吸引对方了，对方更困惑了，说我就是要搞清楚，对啊，我就是要缠着你，对啊，对啊。哎呦，就是我，但是我看到那儿的时候，看到他剁手指这么惨烈哈，其实从故事设置上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是一个说不通的故事情节哈。但是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居然就想起了顾长卫的电影《立春》。你知道《立春》里边有个跳芭蕾舞的男人，他在一个小县城里，对，没有人能理解他，没有人能接纳他。他想要一个自己的生活空间，不可以，你必须得像大家那样上班、结婚、娶妻、生子、过日子什么的。你要不那样，就别环境永远来打扰你和挤压你。最后那个男的为了给自己赢得一个我的清静，我主动犯一罪。
我假装骚扰女性，其实他根本就没想骚扰，我假装骚扰。然后让你们把我抓起来关一段时间，对，终于没有人理我了。在监狱里，我算文艺骨干，我在监狱里边跳舞，终于没有人打扰我。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有他的精神追求，而他的精神追求超过了这个环境的时候，他有多难呀？他要得到一个自己的精神空间，他得付出多大的代价？他甚至要用自伤的方式，像《立春》里边的那个男人和像这个剁手指的男人，否则的话，现实环境不允许你过你自己的精神生活。我必须用这么惨烈的方式，给自己赢得一点点空间，让你们都别搭理我了，让我过我的吧。对，用他的自由去置换这一点空间。但这个是用肯定句来写这个故事的。那我觉得福楼拜他写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也是觉得自己的精神超越了这个环境了，但最后什么结局？福楼拜是给包法利夫人致命的一击的，他觉得包法利夫人就是对那种形容词上瘾了。他喜欢跟那个花花公子聊那些就是那种好像外面的天气有多好了，这花怎么样在盛开了。他觉得就是这种聊的方式才是超过他精神生活的，但他就不能和自己的老公包法利在一起了。就是村庄里面就几乎没有一个是好人，对吧？而且这样的女性，她就是在她的故事里面，如果她这个女性的追求超越了她当时的环境，你看最后也是走向毁灭。而且是被福楼拜讽刺的。超越环境是特别艰难的，更何况你的那个超越也未必是有价值的，就像报丧女妖里边的，要坚决做一个伟大的音乐之音，最后连莫扎特17世纪还是18世纪你都没搞明白，你也未必是什么真正的音乐家哈。但是那也允许他有这个梦啊。就是我就想起来我在湖南的一个小县城采访，碰到了一个女孩，然后那个女孩30岁了，没结婚。他们那个小县城里面所有的女的都会在23岁之前结婚有孩子的。这个女孩在当地算条件比较好的，就什么供电局呀这种有国营正式单位，家庭条件也好，学历也不错，但是居然没对象没结婚，就成了他们整个县城里边的一个异类。她跟我说为什么呢？她说没为什么，就是我就是想谈恋爱，然后谈一个有共同语言的，然后再结婚。但是我们这儿的结婚都不谈恋爱。那是什么时候呢？10多年前。10多年前，也不算，还是不久远，就是现在，其实就是现在，还是这个世纪的。对，但是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恋爱的方式是家长给介绍2个家庭条件背景都差不多的，然后聊相亲呢会接触个2、3次，看着差不多就开始商量结婚，实际上是没有谈恋爱这个过程的。所以人家还给他介绍过一些在他们本县条件不错的男孩，人家男的来了也就是讨论结婚要孩子之类的事儿，然后他拒绝进入这个阶段，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办法结婚，所以就一直拖到30岁，所以她就是全县最奇怪的一个女人，就是县里边所有的这个岁数的女的20多岁就都已经迅速剪短发烫一个卷儿，然后对。穿着一个那个这个紧身一脚蹬的那个连袜裤啊，一边带着孩子一边打着麻将，所以也是都在打麻将似的什么的，这样的。然后只有她永远这个梳着一个马尾，穿着一个白衬衫和牛仔裤，就是这个造型的30多岁的女人在这县城里没有。只要她走出来，所有人都看她。如果她是打扮了，所有的人就议论说：“你看，你看。”
打扮成那样，这不定是要干什么去呢？要见谁去呢？如果他要没打扮出来了，大家就说你看都不打扮，你说他能找得着男人吗？就是。要不然就做什么都是错，做什么都是错，要不就议论你生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要不然就是议论你精神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就是他一直在被环境这么逼迫，他也说不清楚他要怎么着。我说那你就这样吧，你实在不行你就离开吧，你到大城市去。对，北京和上海，别说你30岁没结婚，你60岁没结婚都没人管你，而且那个连看都没人看，连知道都没人知道，所以你会很清静，你走吧。但是他又不敢，他觉得在大城市生存艰难，他不敢去，他觉得他那个环境还是温馨而安全的。可是他又不接受这个环境，那你用什么办法？我说你用什么办法解决呢？他说我现在就是买彩票，买彩票，如果我要中了彩，就是带很多钱走去北京、上海，有安全感，就有安全感。对，你看他这个梦是非常不靠谱的啊，是胡说八道的，但是他的处境的那个难处是真的。哎呀，我怎么突然想起有人写的一句话，叫“让人痛苦的不是绝望，而是希望的”。对呀，一直是这样，它一直是一个文学主题啊。你看那个，尤其在英国文学中，这个就是对希望的这种毁灭性的打击，一直是文学的主题。你看那个李尔王不是就是因为孩子死掉分掉的，是因为就是说希望那个 Claudia 复活的强烈的希望把它弄分掉的，就大量的那个。主题都是，就是说希望带来的这种摧残、痛苦。对，我有一期20多年前的节目，最近被人这个考古发掘，在网上热播，其实就是因为一句话，就是一个西北的农村妇女，她生活很正常，他们那儿经济不错什么的，然后她就说她特别不满足，她说她特别不开心。我说你为什么不开心？怎么了？她说生活挺好的，但是在我们这儿，一个女人如果她买衣服是正常的，买书是不正常的。对，我看到买房子置地是正常的，想出门旅游是不正常的，这是规矩，所有人都要遵守。我的身体在遵守，我的心不遵守。我不要我什么都没见过，什么都不懂就很满足。然后他的金句是下面一句话说：“我情愿痛苦，不要麻木。”你看他的痛苦是什么？其实是希望。他要见识更多的世界，他要读更多的书，见更多的人，反而是不怀这种希望的女性，麻木的接受现实生活的人，其实是活得快乐的。我这个女嘉宾其实是一辈子不快乐，到今天她心里都翻江倒海的难受，但是，那就是因为她走在了别人的前面嘛，就是因为她对更广大的世界和更有价值感的人生有希望。你觉得站在脱口秀的舞台上，当你去吐槽、去说的时候，会感到一种强烈的复仇感了吗？觉得就是说，至少我现在有这么一个武器吗？对，其实你在舞台上用段子的形式表达你生活不满的时候，肯定对吧？一定程度上有一些力量感，但有些时候你确实也会有。其实我觉得无力感其实更大，就是。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在南京演出，然后我演完之后看到有一个妈妈给我发了一条信息，整个看演出的过程，她觉得是她这辈子笑得最开心的一个夜晚。我觉得这种就本身很感动嘛，但她说她走出剧场之后，自己一个人走回她住的地方的时候，她就一路莫名其妙的开始一直哭。她说她就一路哭回到她住的地方。后来她就说她也不知道的东西既然是真的她就觉得自己很多。原来自己觉得委屈的，自己觉得不满的地方，他一直觉得可能就需要这样接受。你这些情绪都是你的非常细腻的情绪，这个世界不在意你这些情绪，但是见到有人他把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比如说对我展示出来的有人在意这件事情，我的痛苦是应当的，我的难受，我的尴尬，所有这些东西，我没有什么好自我怀疑说是不是我矫情了，不是的，大家都在一样的痛苦着，他就是应该被重视。那你跟这个观众之间，你比如说你最成功的一个段子，你最有共鸣的段子是什么？就我以前讲到过一个我去做妇科检查和妇科治疗的一个段子，因为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这都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羞耻时刻啊。就是你永远进到那个地方，永远那个条件就是一个帘子挂在那儿，然后那个帘子随时被拉开，对你又不能扑过去揪那个帘子。对，而且还有些时候是男生直接就进来了，然后你就四仰八叉挂在那儿，然后。本来就处于你非常羞耻、非常尴尬的时刻，还不断的有人进来。然后我有一次更夸张，我在那刚挂在那儿要做检查哈，然后那个医生开始玩手机，然后我就想，
那我到底是就这样保持这个姿势等待呢，还是说我先收一收，是吧？然后你收不起来。对，我就一直看他。你当时没恐惧说他不会拍视频吧？因为我看到他回信息，然后我就想说，哎呀，有点局促啊，要不先收一收。然后我看那个医生，我感觉他要打字打完，他身体刚回来呢，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准备好吧。结果他又转过去了，我又整个人就像一个开关一样被他控制着，就是他转来转去，然后我人就有张合，我就觉得，然后中间有一次，比如说你躺在那做一个什么，像那种叫什么那个心电图，哎，对，你整个光躺在那，然后不断的有医生进来说事情，然后你就躺在那，也没有任何人管。就那个帘子随时被掀开，这个事情，外面的人也可以打开门，然后就进来。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让人很羞耻的，以及医生一边给你做检查，一边聊天。我觉得这个就聊家常，就是你知道，比如说女生会做像这种妇科的检查哈，那其实就比如说有个仪器直接就伸进去哈，那个仪器要在那搅来搅去的，然后他们就在那一边聊着天，聊别的事情，反正你整个这个过程吧，就是他一边跟你说，那他不聊，他聊啥呢？对，但问题是他如果聊那个，我觉得比较安心；他如果聊其他的，我觉得会更恐怖。对，他就会一边说你的这个情况，然后再夹杂着一些别的聊天，就是这生活的叙事和你这个病情的叙事完全穿插到一起，我就觉得就很像包法利夫人的叙事的那个农业展览馆啊，一边是猪那个几斤重，一边他们两人在谈情说爱。对，就这种混合有时候就会让你觉得很荒诞。然后我也会觉得有些时候他们那个态度是很粗暴的，就是你一进去，因为你第一次去，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非常勒令你把裤腿脱下来。就我想说啊，你可以跟我说把裤腿脱下来，我也会脱的，我又不是说不脱，我是硬在那扯着不脱吗？对，所以像所有这些，我自己会觉得哇，好羞耻啊！我为什么要被这样对待的东西？然后我会在台上讲我整个，比如说这种过程啊什么的，然后就有朋友跟我说，他说他一直是。就觉得那个是他可能每年做一次妇科检查，那天就是他非常非常屈辱的一天。但是他说他第2年去做妇科检查的时候依然屈辱，但他会分神去想这个段子，他就觉得啊就好一点，想到一些，因为他没有办法，因为情况还是这个情况。哎，那你的观众大部分都是女性？其实我感觉整个脱口秀市场的观众大概我也没有说具体的调查，我觉得80%嘛。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理解。你看那个就是脱口秀大会啊，给到观众镜头永远是长发的几个女孩子戴着黑口罩，永远我说观众就是罐头观众吗？还是就真的全部是女性？女性观众多，对。为什么男性观众不爱看呢？为什么呢？我觉得解压吧。对，就是首先我觉得女生还是比较愿意给自己找一些合法的乐子的，就是对一些男生喜欢不合法的乐子，是不是？不用说了吗？下半句一些合法的精神层面的乐子，对，比较高级嘛。然后第2个方面，我就觉得女生会非常愿意肯定赞美别人身上的这种优点，不管是男性的幽默还是女性的幽默，女性观众都是非常欣赏的。可能男孩子会普遍觉得自己也挺幽默的，他会觉得。怎么可能会比我幽默呢？我有一次去看那个脱口秀现场，然后那主持人就说下面那个男的，就说你一直这么抱着肩，看你给我逗个乐，就是男的一般是这种感觉。对，他是一种防备姿态的，让我看看谁可能比我更幽默。我有一个女的朋友就跟我说，她带她男朋友去看那个脱口秀，他们觉得讲到这种跟性别有关的这个段子，说女生呢，不管你说的是讽刺挖苦她的。其实一般都是粉丝挖苦，也没有太多赞美吧。就说他会觉得，哎，这就是我，这就是我就是这个人。对。而男的呢，会觉得说，这才不是我呢，就这肯定不是我。说的是旁边这几个吧。对，就女的比较容易找到那种普遍意义在里面。当然，我觉得刚才的那个你们在说的那个事情上，我略略有点不同意见。包括张宇老师也在讲，就是那个立春里面那个人啊，我觉得好像现在都好像多少带着一点就是诗和远方的意思，好像女性被禁锢在一个小镇上，好像。比较少获得就是诗和远方的权利，但我有时候又会觉得，好像就是我们的电视剧也好，包括我们的文艺啊，就是略有点太鼓励这个女性去想诗和远方啊，包括所以我会对，比如说电视剧中像那个《山海情》里面那个黄轩和日一扎演的那个，就是2人分手了，但是日一扎和丈夫也挺好的。丈夫后来还是那个腿都那个坏掉了，残疾了，他依然在生活中安顿下来。我觉得这个能力也是特别好。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电视剧哦，我不知道脱口秀界是不是这个概念哦，就是说过于鼓励女生，好像就是觉得你们要反抗现在的生活，或者说现在的生活不行。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在生活中沉静下来，也是一种能力。就我有好多师妹，就是说。
用通常的意义来说是剩女，或者说就是我觉得可能他们就读了太多的小说，或者说被太多的这种文艺教育所鼓励了，就觉得就是有一个更好的男人在远方等着他，他需要就是说出门去寻找他。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在生活中安定下来，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非常非常必要的能力。我特别这个娜拉能不能走，取决于有没有中彩票。其实，在生活中，大部分的真实情况是，如果你有能力安顿你自己的内心，你在哪里都是安顿的。是，如果你安顿不了，你走到哪儿都是不安的。就是处理好自己的内心世界的这个秩序。然后，其实像这种快乐是一种非常需要努力的事情，就悲伤反而不用太努力，就很容易悲伤。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很火的这个上野千鹤子的这些书啊，有时候我们在看到他们这些访谈，对我来说不是说那些这个理论怎么样，好多时候是他让你看到一种可能性，就是事儿原来还能那样。比如说你说就拉帘这个事儿，或者说他用手机这事儿，你告诉他另外一个可能性，也可以非常尊重你。但是我在这个前提下我知道了，那在这儿我得不到这种可能性，那我还能接受，我觉得这个我能接受。你如果连说人家好好对待我这个可能性都不告诉我是存在的，这个我不能接受。其实我是觉得最重要的是接纳。我是个天秤座的人，你知道天秤座的人啊，爱把每一件事情站在左边、右边、前边、后边来回想，想把这件事情给想公平了。中间，对，所以比如说你刚才讲那个故事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就是好。如果我去做妇科检查，帘子随时被拉开，或者医生在旁边回短信，我很生气是吗？但是我要想，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所以我要求别人全力以赴，非常重视我这个时刻，不得走神儿。但是对医生来说，对啊，这就是他们的一个日常，他一生的日常，他每天干的就是无数遍的这样的时刻，对他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是啊，他还有别的事儿呢，别的事儿就是别人给他给一个信息，他现在就是需要回一个信息。你工作不回信息啊？对呀，他回呗。我们工作的时候也回信息嘛，所以这也没什么不可接受的。至于说到有人撩帘就进来，从理论上说，所有的诊室都不应该推门就进。对，事实上，任何医院的护士也都不让病人随便推门进，对啊，所以才设置一个人叫号嘛，叫到谁谁可以进去，没叫到你是不能进去的。但是就是有很多愣头愣脑的病人，他推门就进，固然是举止粗鲁，但是你想想，比如说他的教育背景，他日常的生活习惯。在他的生活里边，谁会经常跟他说，请进，我可以进来吗？他没有过这种生活经历，他们大部分的时候就是那么哩哩噜噜、邋里邋遢，就这么就来了。所以呢，他也没啥恶意，那就是他的一个习惯。你撩他的帘也可以，他也不生气。我就每天他也撩你的帘，他撩你的帘，他也没怎么在意。对，就是这样的嘛。所以也没什么太生气不能接受的。